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？他不是最健谈的那个，聚会上也不一定第一个制造笑声，他有时候只是安静坐在那边，听人说话，偶尔回一句，但就是让你一直注意到他。你说不清楚为什么，只是觉得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让你想靠近，或者是另一种情况。你认识一个人，他的生活过得很有自己的样子，有在做的事，有在读的书，有喜欢的地方，有自己的节奏。你们聊天的时候，他不急着让你喜欢他，也不费力去填满每一个沉默，但聊完之后你发现，你比刚才想更多的了解他。这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吸引力，他不是那种很会聊天，长得很好看，或很懂得让你开心带来的吸引力，它更像是一种重力。你说不出他做了什么，但你就是感觉得到，他跟大多数人不太一样。那个不一样到底是什么？今天我的第一支影片，我想和你聊清楚这件事，不是怎么让别人喜欢你，也不是怎么经营人设，更不是用高冷、神秘感、欲擒故纵去拿捏距离。我要讲的是，一个人到底在什么状态下会自然散发出吸引力。你会慢慢看懂，为什么真正迷人的人不一定最热闹，不一定最会说话，也不一定最努力让人喜欢他。真正让人想靠近的，往往是他身上那种稳定、真实、有边界、有生活感的状态。因为他不是控制手进入关系，等别人来填满，他有自己的世界，也有自己的重心。但在进去之前，我想先拆掉一个很常见的误解。很多人以为吸引力来自外表，来自会不会聊天，会不会提供情绪价值，懂不懂得让对方觉得被在乎。或者更进一步，有些人觉得吸引力来自神秘感，越让人猜不透，越让人想追，越不容易靠近，越让人觉得珍贵。这些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，但它们都是表层。真正深的吸引力不是表演出来的，也不是靠技术操作出来的，它更像是从一个人内部长出来的东西。你在某些人身上感受到的那种稳定感，那种他好像很清楚自己是谁的感觉，那不是他刻意设计出来的人设，而是他真的在自己身上站住了。他不急着让每个人理解他，不需要靠一段关系确认自己有没有价值，不会因为别人一句评价就开始动摇。他有自己在做的事，有自己在乎的东西，有自己的生活。而你靠近他的时候，不会感觉他在等你去填满他，你感觉的是他已经在那里了，很完整的在那里。这种完整感才是真正吸引人的东西。那么这种完整感从哪里来？我会讲很多这方面的知识，所以你可以先订阅我哦。第一个来源是一个人的主体性。主体性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抽象，但你生活里一定见过他的样子。你有没有遇过那种人？他说的每句话，你都能感觉到是他自己的意思。他喜欢什么，就说喜欢；不喜欢什么也能说出来，但不是攻击别人，就是清楚自己。他不会因为怕被评价就假装同意，不会为了合群就去喜欢他其实没有感觉的东西。这种人你和他相处，会有一种很特别的轻松感。你不需要揣测他真正的想法，不需要在他说没事的时候判断他到底有没有事。他说没事就是没事，他说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这种清晰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吸引力。相反，你一定也遇过另一种人，他对很多事情都没有明确的立场，什么都还好都行，随便你。他一直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好相处，一直让每个人都满意，一直把自己调整成对方想要的形状。刚开始，这种人看起来很温柔，但时间长了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你不知道他真正是谁，因为他把自己藏得太深了，他太习惯配合，以至于连他自己都不确定哪些是他真正的感受，哪些只是他的反应。一个丧失了主体性的人，在关系里是没有重量的，他很好相处，但不让人着迷。你靠近他，感觉不到一个具体的人，感觉到的只是一面镜子。
一直在反射你想看到的样子。但真正有主体性的人不一样，他不是要跟谁作对，也不是要标新立异地去反对所有事情，他只是知道自己是谁，知道自己在乎什么，也知道什么不是他的事。他可以听外界的声音，但不会把外界的声音当成判决。别人说他这样不好，他听到了，他会想一想，但他不会立刻崩溃，也不会急着解释。他有自己的判断系统，他知道外界的评价只是参考，不是他存在的理由。所谓气场，很多人以为是一种要压过别人的强大感，但真正的气场不是压过别人，而是不轻易被别人带走。一个主体性很强的人，他可以走进嘈杂的环境，然后走出来，还是那个他自己。他不会因为周围有人批评他，就觉得自己一定有问题，也不会因为别人热烈鼓掌就迷失在那种认可里。他有自己的内部重心，这种重心，你站在他旁边是真的感觉得到的。第二个是情绪稳定。先说清楚，情绪稳定不是没有情绪，不是永远笑着，不是永远不难过，也不是把所有感受都压下去，假装自己很好。情绪稳定是即使有情绪，也不会立刻被情绪接管。这听起来可能有点难，但你一定感受过这种人带来的感觉。你和他说了一件让你很焦虑的事，他没有立刻跟着你一起慌，他先安静一下，听你说完，然后才慢慢回应。那个慢，不是漠不关心，而是他在等自己先稳下来，才把稳定的感觉也带给你。或者你遇到一个很紧张的情况，周围的人都在急着说话，急着判断，急着做出反应，但他能慢下来。他不需要用表现得很忙，很有意见，很在状况来证明他在场，他就是能慢下来。这种能力非常难得，因为大多数人的情绪是被外界触发的。有人生气，你也容易跟着紧绷；有人焦虑，你也开始心跳加速；有人急着评价你，你就想立刻回应解释。这是很正常的反应，人本来就是社会性动物，很难完全不被他人的情绪影响。但一个情绪撑定的人，他有一个比较厚的缓冲层，外界的情绪进来，他感受到了，但不会直接穿过他，他有时间先把自己稳住，再决定怎么回应。这种有时间先稳住自己的能力，在关系里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一段关系里，你不可能每次都轻松，也不可能每次都刚好有力气。你有时候会很累，有时候会说了不好的话，有时候会需要对方多等你一下。如果对方是一个情绪容易被你牵着走的人，你说了一句不好的话，他立刻崩，然后你要花3倍的力气把他抚平。这种相处很消耗。但如果对方是一个有自己情绪地基的人，他能沉住一些波动，但他自己不会被那个波动淹掉。你和他相处，有一种很踏实的安全感，知道他不会忽冷忽热，不会因为你一个小反应就对你情绪化，也不会把自己的情绪全部倒给你，然后说是你的问题。确定性是很高级的吸引力，你知道他在，知道他不会突然消失，知道他就算有情绪也不会把你卷进去。这种确定感会让人觉得靠近他是安全的，而人都会想待在让自己感觉安全的地方。第3个是真实坦荡。有一种人，你和他相处会有一种奇怪的轻松。你说了一个可能会被笑的想法，他不会用那种“哦，你真的这样觉得吗”的表情让你后悔说了，他就是听你说，然后可能会分享他自己的想法，不是要评判你，就是在和你真正说话。这种轻松来自他自己也是真实的，他不扮演任何人设，他不靠把自己包装成很容易相处的人，很有趣的人，什么都懂的人来维持关系。他说话就是说他自己的话，有时候对，有时候可能说得不够好，但都是他真正在说的东西。他也不靠讨好式社交，你可能知道那种感觉，跟一个总是在讨好别人的人相处，有时候比跟一个直接的人相处更累，因为你开始怀疑他说的那些好话，他表达的那些认同，
到底是他真的这样觉得，还是他只是习惯让每个人都舒服？你靠近他，有时候感觉靠近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表演。但真实坦荡的人不一样，他说喜欢就是喜欢，说不喜欢也能说出来，但不是为了伤害你，而是因为他觉得真实比表演重要。他能表达需要，也能表达拒绝，他不端着也不藏着。一个人越不需要伪装，越容易让别人放松，因为他真实。所以你在他旁边不需要一直在算，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他今天的表情代表他什么情绪？他说没事，但其实有没有事？你不需要猜。这种不需要猜的关系，轻松很多。当然，真实坦荡不是什么话都说，不是毫无过滤，不是把每个情绪都直接砸出去。真正的真实是一个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为什么说，也知道说完之后要负责。他不是不在乎对方的感受，而是他选择了更深一层的在乎，不靠伪装维持表面的和谐，而是靠真实建立真正的信任。第四个是有边界的温柔。温柔很重要，但温柔如果没有边界，最后通常会变成消耗。你一定见过这样的人，他们对每个人都很好，什么忙都帮，什么要求都很难拒绝，看起来非常温柔，非常好相处。但如果你和他们靠近一点，待久一点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他们累了，他们帮了很多忙，说了很多，没关系，你不用谢。但他们心里其实有很多没有说出来的委屈，他们不是真的没有界限，只是不敢说出来。他们怕说了会让人失望，怕拒绝了对方就不喜欢他了，怕划出界限之后就显得冷漠，所以他们一直退让，一直配合，一直消耗自己。这种温柔，你可以感受到它背后的重量，它不是轻松的温柔，而是一种带着焦虑的付出。而你在那种温柔里其实也不太放松，因为你开始担心，如果你不够感激，不够赞美，他是不是会心里难受？但真正有边界的温柔是不一样的，他可以对你温柔，因为他真的想，不是因为他怕你不喜欢他。他可以拒绝你，因为那个要求不在他愿意给的范围里。但他拒绝你的时候，不是带着冷漠，而是带着清醒。他知道他的关心给到哪里，他的界限在哪里。他可以靠近，也可以说不要再靠近了，可以温柔，也可以坚定，可以在乎你，但不会因此把自己掏空。这种人你跟他相处，不会有那种我是不是欠了他很多的感觉，也不会有他对我这么好，我好像要回报很多的压力，因为他给你的是他真的要给你的，不是他勉强自己给的，所以你接得很自然，他给得很自然，关系反而轻。你可以温柔，但不必无限退让；你可以靠近别人，但不必失去自己。有边界的温柔，才不会把自己消耗空，而不消耗空的人，才能在关系里持续带着，持续温柔，不带怨气，不带疲态。第五个，也是我觉得整支影片最核心的一个创造者状态。有一种人，他的生活有一种很特别的丰盛感，不是那种很忙很充实的我很有成就感，而是一种从容的自己填得满的感觉。他有在读的书，有在探索的事情，有一个他很认真在做的计划，可能不大，但他在做。有些他喜欢去的地方，有些他一个人也觉得很享受的时光。你问他，你最近在做什么？他不会说都还好，也不会说没什么。他有东西可以说，因为他真的有在过自己的生活，而不是把生活过成等待下一件事发生的空白。这种人身上有一种你很难说清楚的东西，一种不急的感觉。他不急着要有人陪，不急着要被人关注，不急着要在关系里确认自己是不是值得被爱，因为他的生活本身就在给他一种回报。他看完一本很好的书，有一种满足感；他做完一件很难的事，有一种踏实感；他一个人在某个地方坐了一个下午，他觉得那个下午过得很值。这种人，他不是控制进入关系的，他有自己的世界，有自己的热爱，有自己的节奏，
有自己正在长大的部分。他进入一段关系，不是因为他一个人撑不下去，不是因为他需要有人把他的生活填满，而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他真的想分享这些东西的人。这种进入关系的方式和那种终于有人了，终于不用一个人了的进入方式感觉完全不同。前者是选择，后者是救援。选择带来的关系轻盈，救援带来的关系沉重。一个把时间放回自己身上的人，读书、旅行、运动、整理生活，深耕一件喜欢的事，他不需要一直向外索取关注，因为他正在向内扎根生长。他身上的那种丰盛不是表演出来给你看的，是他真的活着长出来的。你靠近这样的人，你感觉不到空洞，感觉不到那种我需要你来让我觉得自己有价值的压力。你感觉到的是他已经在自己的生活里站得很好，而他邀请你靠近，是因为他觉得你让他的生活更丰富，不是因为他少了你就不完整。这种邀请才是真正让人想靠近的吸引力，不是你快来爱我，而是我正在好好成为我自己。独处是这种创造者状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，但独处这件事，很多人一听就觉得有点孤单，好像说你喜欢一个人待着就代表你很孤僻，或者你把独处活得很清高，刻意和人保持距离，都不是。喜欢独处的人不一定不合群，他可能很喜欢和朋友在一起，很享受好的聊天，很喜欢那种真正有连结感的相处，只是他也喜欢一个人待着的时光。而且一个人待着的时候，他不会觉得空。他一个人在家，觉得时间不够用，可以慢慢点外卖，认真想今天到底想吃什么，可以边听音乐边整理房间，把角落的东西重新排一排，可以打开那本读了一半的书，坐在窗边看到天色暗下来，可以追一部一直想看的剧，或者什么都不做，就让自己发一会儿呆。他不需要一直有事情，不需要一直和人连线，也不需要一直用什么东西填满每个缝隙。他和自己待着，觉得没问题。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，很多人是后来慢慢学会的。在一个人的时候，能让自己安静下来，能让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，能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时候，也感觉自己还在。这种和自己待着的能力，在关系里反而很重要。因为一个无法独处的人，他在关系里很容易把所有重量都压在对方身上，他需要对方一直陪，需要对方一直回应，需要对方一直提供那种我不是一个人的感觉。这种需要长久下来对两个人都是负担。但一个能独处的人，他不需要对方时时刻刻都在，他能自己恢复，自己充电，自己在没有人陪的时候也让自己过得很好。这不是说关系不重要，而是说他在关系里待着，是因为他选择这段关系，不是因为他离不开。独处不是被抛下，而是一种能量恢复。能独处也能高质量相处，这两件事放在一起，才是真正健康的相处模式。聊完了主体性、情绪稳定、真实坦荡、边界感和创造者状态，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，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的方向，他们都在说，一个人越不急着向外拿东西，反而越有东西可以给；越不急着让所有人喜欢他，反而越让人觉得他有分量；越不需要靠关系确认自己，反而在关系里越稳定；越不急着解释自己、证明自己，把自己推销给别人，反而越让人好奇，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。这背后有一个更深的转变，我想单独说清楚，就是一个人从向外证明走到向内确认的那个转变。比如说你做了一件事，做完之后你第一个反应不是问自己我觉得这样好吗，而是开始想别人会怎么看这件事。你换了一个新发型，第一个念头是走出去看别人有没有注意到。你讲了一个你自己觉得挺好的想法，说完之后眼睛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扫一圈，看有没有人点头。你做了一个选择，明明你自己觉得没问题，
但只要有人说你确定吗，你就开始动摇。这种状态是把判断的权利放在外面的状态，你的好不好不是由你的感受决定，而是由外界的反应决定。外界说好，你才敢说好；外界沉默，你就开始怀疑；外界说不好，你整个人就垮下来。活在这种状态里其实很累，因为外界的声音永远不会完全一致，永远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，永远有人支持你，有人觉得你可以更好，永远有人理解你，有人对你有误解。如果你的稳定要靠把所有这些声音都变成正面的才能维持，那你这辈子大概没有几天是真正稳定的。但这件事不容易改，因为向外寻求确认其实是一种很原始的需要。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看大人的脸色，学会用别人的反应判断自己做的对不对。这不是坏习惯，它在我们小的时候帮我们存活，帮我们学习怎么在人群里生活。只是到了某个时间点，如果你还是完全靠外界确认你的价值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你永远在等一个答案，但那个答案从来不是你真正需要的那种，因为真正能让你安定下来的答案，只有你自己能给。真正成熟的一个标志，是不再向外证明，而是开始向内确认。这不是说你不在乎别人的意见了，也不是说你变得很自我，什么都不想听，而是说你有了一个自己的判断中心，外界的评价进来，你可以听，你可以想，但你不会直接让它决定你的状态。你知道自己是谁，在做什么，要往哪个方向去。外界的声音只是参考，不是判决。这种状态和主体性很强的人身上那种气场其实是同一件事。他不是因为特别强大才不被外界影响，而是因为他有一个够清楚的内部系统，让他知道哪些声音值得听，哪些只是噪音。这种向内确认的能力是怎么长出来的？有一件事我觉得很重要，但常常被忽略，就是情绪来的时候，比起一直分析它，你先去做一件具体的事，往往更有用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，心里很乱，很烦，说不清楚为什么，就是觉得一切都很不对，你开始在脑子里转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是不是我不够好？是不是那个人不喜欢我了？是不是这件事我处理的有问题？越转越乱，越乱越焦虑，越焦虑越转。然后你去把房间整理了一下，只是整理房间，把桌上的东西收一收，把地板扫一扫，把散落在各个地方的东西放回它应该在的位置。也许20分钟，也许半个小时，整理完之后，你坐下来，发现那些让你转来转去的念头，不知道为什么轻了一点，不是因为问题解决了，也不是因为你想通了什么，是因为你的身体做了一件有掌控感的事，然后你的心跟着回来一点。行动会让人重新感觉到，我的生活还在我手里，不是所有情绪都需要立刻想清楚，不是所有痛苦都靠分析就能解决。有时候你先把床铺好，先出门走10分钟，先把那件拖了很久的小事做完，先让你的身体回到现实里，你的心也会慢慢跟着回来。这种回来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主动的安顿。真正的吸引力不是想出来的，是做出来的。一个人开始把注意力放回自己的生活里，一点一点做出具体的选择，一点一点恢复那种我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感觉，他整个人的状态就会慢慢不一样。他读书不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很有深度，是因为他真的想知道那些事。他去运动不是为了身材，是因为运动完之后他感觉更活在自己身体里。他整理房间不是为了拍照，是因为空间变干净之后，他的头也清楚了一点。他去某个地方坐一个下午，不是为了打卡，是因为那个地方让他觉得安静。这些事情加在一起，就是一个人的生活感。疲惫的时候，他会抬头看看路边的树，随便什么树，就是那种绿。情绪很乱的时候，他会去公园慢慢走，不赶时间，就是走。想安静的时候，
他会找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地方坐下来，让时间慢慢过。这些不是什么很厉害的事，但他们是他在照顾自己，在把自己放回生活里的方式。一个懂得照顾自己的人，他的生活有一种很扎实的感觉。你和他在一起，不会觉得他需要你去拯救他，也不会觉得你要一直撑着他才行。他有自己的地基，有自己的支撑，有自己知道怎么让自己好起来的方式。这种人相处起来真的很轻松。然后还有一件事我觉得要单独说，就是长期视角这件事。现在很多人都有一种焦虑，觉得自己走得太慢，看到别人好像又有新的突破，好像又往前走了一步，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落后了，是不是走错了，是不是不够努力。这种比较有时候会伪装成上进心，但它其实更像是一种让你一直不安的底层杂音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真正有吸引力的人，他们不是没有停滞过，没有迷茫过，没有某段时间过得很混乱的时候。他们有，几乎每个人都有，但有一件事让他们和一直被外界评价拉着走的人不一样，就是他们不会因为一次评价就推翻自己，不会因为一段时间混乱就否定所有的努力，也不会因为别人走得快就开始觉得自己的路是错的。他们慢慢接受了一件事，成长本身就是不直线的。你往前走一阵子，然后你会停下来，甚至你可能倒退一点，然后你调整，重新来过，走出去，然后又遇到新的东西，又要调整，又要试错，又要重新理解很多事情。这个过程不整齐，不漂亮，不适合拿来当励志文案，但它是真实的。一个有长期视角的人，他不跟别人比进度，因为他知道每个人的地基不一样，每个人走的路不一样，根本比不了。他关注的是，我有没有比上个月更了解自己一点，有没有比上个月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有没有比上个月少一点被外界的杂音带走。他把目光放长，生活变简单，不代表变浅薄，而是你终于知道什么对你重要。真正的底气来自长期积累，而不是短暂的胜负。一个人今天赢了这场比较，明天可能又输了另一场。但一个慢慢往自己的方向走的人，他的那种稳定是很难被一两件事动摇的。你和这样的人在一起，有一种你在其他地方不太容易感受到的东西，就是你不需要负责填满它。很多关系里有一种不说出来的压力，对方很需要你，需要你在，需要你给他安全感，需要你把他那个空洞填起来。这种需要一开始可能让你觉得被需要是好事，但时间长了，你会感觉到那个重量。你稍微忙一点，他就不安；你偶尔想要自己一个人，他就觉得你不在乎他。你说了一句他不喜欢的话，他的整个状态就垮掉，然后你要花很大的力气去修复。这种关系，你不是在相爱，你是在照顾。但和一个有自己生活的人在一起，不是这样的。他有自己的事，有自己的节奏，有自己能让自己好起来的方法。他不需要你时时刻刻都在，也不需要你为他的情绪负责，也不需要你的存在来让他觉得自己有价值。他靠近你，是因为他想和你在一起，不是因为他需要你来让他完整。这两件事听起来很像，但感觉完全不同。想和你在一起带来的是选择，是从容，是两个人都有退路，却还是选择走在一起的那种温暖。需要你让我完整带来的是依赖，是焦虑，是一旦你稍微远一点，他就觉得世界要塌的那种沉重。你选择关系，而不是被关系填满。和有自己生活的人在一起，你会感觉到他的爱是有余裕的，他爱你，但他也有他自己的时光，他自己的朋友，他自己的热爱，他自己的想法。他不会把全部的自己都压在这段关系上，然后让这段关系承受他整个人生的重量。这种爱不沉，他可以温柔，但不会把温柔变成控制。可以靠近，但不会靠近到让你喘不过气。可以很爱你，但不会因为爱你
就要求你把所有注意力都给他，你和他相处有一种很难得的松，不是因为他不在乎，而是因为他够在乎自己，所以他不需要把对你的在乎变成抓取。有自己生活的人，不是没有爱，而是没有把爱当成全部。他不是不需要关系，而是不需要用关系证明自己。这种人才是真正值得靠近的人。最后，这支影片说了很多，但我不希望你带走的是怎么让自己变得更有吸引力这个念头。你要知道，真正的重点不是吸引力，真正的重点是你值得拥有一个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生活，不是为了让谁对你有兴趣，不是为了在感情里站在比较有利的位置，不是为了让某个人回头或留下来，而是为了你自己，去读那些你一直说要读的书，去那些你一直说要去的地方，去做那些你一直说等有时间就去做的事，去整理你的房间，整理你的关系，整理你对自己的理解，去学一件新的事，去和你真正想在一起的人花时间，去拒绝那些让你很累但你一直说算了没关系的邀约，去把生活慢慢收回来。不是为了吸引谁，而是为了让你自己更完整。你不是变自私了，你只是终于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时间和精力。你不是在等什么完美的状态才开始生活，你就是现在。从这里一点一点建立起那些可以支撑你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建立起来之后，你不会急着向任何人证明自己，你不会需要靠一段关系确认你的价值。你遇到真正好的连结，你可以走进去，遇到让你消耗的东西，你也能走出来，因为你知道你离开了也还在。那时候的你不是刻意迷人，你只是终于回到了自己身上。请我们不要把人生过成一场等待别人认可的面试，你真正要做的不是变成谁会喜欢的样子，而是慢慢长成你自己也会喜欢的人。